Hello， 各位，我刚从这么小的一个小山坡上爬上来，没有数多少级台阶。爬完之后，看了一下我的心率是接近150。今天呢，正好又没有带鼻炎药，落在车上了，所以你看我现在已经不得不用口呼吸了。虽然鼻子没有全堵，但是我个人感受应该是鼻黏膜有一点点肿，然后堵住了一些稀的鼻涕，希望不要恶心到你。如果是轻微呼吸，就是没有剧烈运动的话，这个应该还好。但是我刚才录了一期视频，不是从我的停车位置走过来了，现在事情办完了，我要回到我的车位。那这一路我还想了一下，别浪费了，还是再跟大家录一期节目吧。所以你们要忍受一下我这个气喘吁吁的状态。然后刚才我下这个山坡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老奶奶在那边迎面上来，然后刚才我上来的时候，就看到同一个老奶奶下去，她应该就是在这个楼梯上上下在锻炼。那我觉得好强啊！我不太会看外国人的年龄，但是我自己感觉应该是有个至少60岁了吧。之后孩子不用我管了，上幼儿园的这段时间，我除了给大家做节目，还要安排一些自己的体能训练，顺便录一些 Apple Watch 的节目也不错。但是我要抓紧时间，因为我这边应该快没几个月了吧，到11月就应该有下雪了，那个就困难一些了，再到户外运动。回去的路上我看了一下我记录的一些话题，我觉得比较适合在这个场合聊的，就选了一个 iPhone 16系列，我道听途说的一些信息在硬件上面的一些变化，给各位如果你想买海外版的 iPhone 提供一些更多的消息吧。那首先一个变化呢，都是小道消息不100%保证的，好像是说 iPhone 16系列它的 Apple ID 硬件锁不仅是锁主板了，它会锁的东西更多，它还会锁摄像头，会锁屏幕，会锁原生感，会锁等等一切的东西。所以可能未来你 iPhone 16在维修的过程当中换了任何一个部件，都需要你输入你之前的 Apple ID 和密码进行和你的Apple ID 进行绑定。所以传说呢，这个也是因为 Apple 在欧洲在欧盟的压力下面推行了这个允许自己维修手机的政策。你们可以上 YouTube 上去搜一些英文的节目，因为上面应该有很多人是全程记录了这个个人维修的全过程。大概就是说，你要向 Apple 提出官方申请，然后交一笔蛮多的押金，然后 Apple 会给你寄一个非常重的大箱子，然后那个里面全都是拆解 iPhone 的工具，以及你的需要更换的配件，然后有详细的安装维修说明，然后你按照那个自己修，修完之后再把这个大箱子工具寄回去然后押金再退给你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流程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在 YouTube 上搜一下。不好意思那也是把这样的一个政策再往前推进了一步就是更多的硬件现在开始被 Apple ID 锁定了。那其实就意味着你到第三方去修手机的时候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当然对于绝大部分的用户来讲呢，应该这个也是一个
保障你的维修权益的事情，从另一方面来看吧，因为避免你去被一些人骗啊。我们说不是说一定要让各位都去官方渠道去维修，都去买正品的配件，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快点过个红灯啊！稍等，我这个如果这边绿了，我从这边过去。咦，我是因为没有按嘛，所以它不变绿，那算了。而是说，我们要避免的是一种你花了原装配件的钱，而只得到了非原装的配件，这种是要避免的。我个人一直觉得，我买的 iPhone， 我想怎么修怎么修，我就是想便宜，我不图那个品质，我的 iPhone 比如说用了2、3年、3、5年了，还想继续用，但是屏幕碎了，我就是想换一个便宜的屏，反正也快淘汰了。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哪怕你只用了2天，你想换便宜的，也是用户的权利。但是我们要保证的是，你别被骗啊，不要花了2000块钱，却换了一个200块钱的屏，这个就不好了哈。所以这个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那这个当然是需要大家注意的。而对于 iPhone 16，你购买新手机来讲，最近你不太可能会去修嘛，那你都是想到怎么去买，但这个受影响的，你买新机一般不太会受到影响。受到影响是如果你想买海外的，如果中国大陆的用户你想买海外的，特别是现在 Apple 智能不是终究会在 iPhone 16系列上面被应用嘛？那如果到时候我们不希望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国行版的不能用，它类似于硬件锁一样，像 FaceTime 音频一样的帮你锁住了，那你不就欲哭无泪了？所以如果为了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 iPhone 16你在买的时候，虽然现在还用不了哈，但是你在买的时候如果有能力有想法，你直接买一个海外机，其实我认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如果你在首发的时候买海外手机，你肯定应该也只有代购这一种方式了吧，没有二手机可以给你选。但一般来讲，到年底应该就会有少量的 iPhone 16系列的二手手机会流转到这个深圳啊那边。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你买最便宜的美版美国版就会有点问题了。等下让我看一下导航啊，别走错路了。哎呦我去，好吧，没错，我又要抢着时间过马路了，稍等。哎，好。刚才聊到哪儿了？你们喜欢这种方式的聊天吗？老是被打岔，老是被打断。我还行啊，我都行。还是没想起来聊哪儿了。你说人到中年是吧？不能老这么说啊，是我自己脑子的问题。就是这个买海外版的手机，对吧？如果你要到年底或者明年初去买二手的海外版的手机，其他国家版本的都无所谓，但是买美国版本，因为一般美国版本最便宜嘛，这个发货量大，而且往往是带锁的，然后就不太好办了。因为开槽的问题，因为大家知道美版的 iPhone 是没有实体 SIM 卡槽的，它只支持 eSIM。然后在中国大陆地区，目前好像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能够帮你把中国的4大运营商的 eSIM 写进去，没有这种，好像是据我了解还没有这种方法。所以其实你买美国的手机拿到中国是没办法用的，除非你绑定境外的运营商漫游，那个我觉得就起码你不会当主力机用吧，对吧？但这也不失为是一种选择，看每个人的社交关系是怎么样的。不依赖微信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考虑的一种方式啊。毕竟现在有网就行了嘛，号码不重要。那
如果你买这个美国版的呢，会有个问题就是开槽比较麻烦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要看，二手市场作何反应啊？什么时候能破解这种开槽的方式？但再话说回来呢，其实很多人，包括我在内，也不建议大家去买这个美版开槽的，因为虽然你买的时候会相对便宜一点，但是从破坏防水性能啊，破坏这个手机整体性啊，还有这个当你二手回收的时候，它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值钱。像我那个每次上镜给大家做演示的 iPhone 14的美版，我就打算让它烂在我手里了，好像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让我再去把它应用起来。好像我要转弯了，我要等个红灯。让我看一下地图啊，不好意思啊，我可以先过到对面去。所以说，如果您是想要购买海外版的 iPhone 16系列，并且想第一时间用到，因为这个很正常嘛。既然你决定今年升级到 iPhone 16了，那么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你每晚买一天，你就，在我看来你就受损失的，因为电子产品，你既然决定要买了，一定是第一时间去购买。否则的话，你可以现在选择买已经降价了的 iPhone 15，这个是比较成熟的啊，没问题。但是那个呢，就是将来的 Apple 智能呢，可能会有点麻烦，除非你打算1年一换，就是你永远用第2代的手机，这也是一种方法吧。所以建议各位，就是如果决定买 iPhone 16，并且您现在是长期居住在中国大陆境内，然后大概率上你也会希望能够体验到这个 Apple 智能的一些应用，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啊，我会直接购买非中国大陆、非美国、非阿联酋这3个国家，我就都不买了。我会买其他的版本，但是这个中国大陆包括香港啊，买其他地区的版本，这个是我个人的购买建议啊。但是，今年我可能不太会更新我的手机，不太会，我可能把 iPhone 16这个就跳过去了。我的 iPhone 15 Pro Max 估计还会再战1年，因为现在实在是没钱啊，要先节省啊。省一点。好，我回程路上就跟大家聊这么多吧。这个鼻塞越来越严重了，也不折磨各位了哈。感谢您的陪伴、观看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